作为极地科考站首席工程师，我本该死在那场冰裂事故里，怎么一睁眼，竟穿成了大晋朝流放北荒的废材战王妃？流放死地，想用这区区风雪冻死我，不过是换个极寒地域，继续搞我的重工业基建吧。战王爷，这就是北荒韩州的甲字号废弃兵站。从今日起，您一家老小就在这儿享福吧！快，都愣着干什么？赶紧收拾屋子，给母妃和王爷歇歇。沈清霜，认清现实吧！既然全家流放到了这北荒韩州，你就该守这里的规矩，赶紧脱下你的狐皮大氅给母妃垫坐，再去后山捡些柴火回来。若是母妃冻病了，你万死难辞其咎。你聋了吗？还不快去！风力8级，零下30度去后山捡柴，你想死，别拉上我。放肆！你一个正妃，伺候婆母本就是你的本分。木屋里没有柴火，你是想让哀家和王爷活活冻死吗？就算有柴火，你们也会冻死。迎风面破损，屋顶坍塌，里面会形成穿堂风。今晚睡在里面，跟睡进冰棺材没区别。那依王妃之见，该如何活？造庇护所。王爷，把还能动的人借我。属下愿听王妃调遣。疯了，他真是疯了！放着木屋不住，跑去雪地里送死。母妃，咱别管他，今晚他肯定冻成冰雕。王妃，咱们来这里做什么？这里风更大。建房子。王妃，咱们连木头都没有，怎么建房子？用雪。雪？王妃，雪这么冷，人住进去不得冻死吗？外行，压实的厚雪内部有静止空气，是最好的隔热层。只要把风挡在外面，人的体温就能把里面烘暖。想活命就少问废话，多动手。王府的干！所有人用铲子和横刀切成3尺长、1尺厚的雪砖，半个时辰完工。缝隙用碎雪填满，不要直上直下，要螺旋收顶，圆顶结构受力最稳。风越大，压得越紧。王妃，这洞为什么要往下挖？入口下沉，冷风进不来，热气才能留住。进。暖的，这雪屋竟然真是暖的。干活的人一人一碗，没干活的没有。多谢王妃救命。至于木屋里那几位尊贵的主子，就好好体验下风寒效应吧。沈清霜那个毒妇呢？她是不是死在外面了？王妃，风挡住了，可没火，大家熬得过初1，也熬不过15啊！带上镐头和布袋，跟我去后山。这韩州后山连库支都没有，去捡石头吗？不捡石头，挖黑金。王爷，借你的人一用。你到底想要什么？我要让雪屋能热得出汗。王爷若想活命，就让他们跟我走。韩昭，从今以后，他的命令就是本王的命令。姐姐，这大清早又要折腾什么？后山可是有野狼的，你可别把最后的护卫都害死了。侧妃有闲心管我，不如看看母妃脚趾还在不在。今晚的暴雪只会更大，你们那破木屋挺不过今晚。你少危言耸听，等你们被狼吃了，我看谁还笑得出来。挖这里，往下挖3尺。王妃，挖出黑石头了，这是什么？这是露天浅层煤矿，在京城叫石炭，比木柴耐烧10倍。石炭啊！别愣着，全都装起来。再挖些黄粘土
和血水揉成泥一并带回去。王妃，这是做什么？当床睡吗？这叫地龙火炕，直接在血屋里烧石炭会产生毒气，把我们全憋死。这火炕里面是空的，火在炕头烧，热气走炕底，再从屋外排出去。毒气出去了，热量全留在泥砖台上。热，太热了！王妃，这火烫简直是仙家法术。有了这东西，咱们在这北荒寒州绝对冻不死。姐姐，母妃在木屋冻得快不行了。姐姐这里既然这么暖，快给母妃腾个位置。还有我也快冻僵了。沈清霜，你疯了！我是王爷的侧妃，你敢这样对我？林婉柔想取暖，拿劳动来换，不干活的废物，给我滚！王妃，没粮了，大雪彻底封了山，连只鸟都飞不过去。兄弟们商量了一下，再这么饿下去不是办法，我们打算拼死进深山碰碰运气，或者去劫了30路外的黑风寨。就凭你们现在的提不起刀的样子，去劫悍匪，去送菜还差不多。沈清霜，你想饿死全家吗？我听闻那黑风寨有粮，你是正妃，还不赶紧拿些首饰去求见寨主？若你能讨来几车粮食，也算你大功一件。是啊，姐姐貌美，求那寨主赏粮也不难。为了王爷和母妃，姐姐借一下就得房。本王还没死，轮不到卖妻求胜。我的命，土匪受不起。带几个人去废弃兵站的旧茅厕，把墙根和石头上那一层白色的霜刮下来，再去旧武库里翻一翻，看有没有遗漏的黄色粉末，那是硫磺。半个时辰内把东西带到我面前。王妃，去茅厕刮霜，咱们不是要找吃的吗？照做。想要吃肉，就别问废话。王妃，东西齐了，但这到底有什么用？这白霜叫硝石，也就是硝酸钾。茅厕常年积雨粪尿，含氮有机物腐败后，在硝化性菌的作用下氧化成硝酸，与土壤里的钾离子结合，就会析出这种白霜。这就是制作炸药的核心原料。这炸药？听好，一硝二翔三木炭，那是外行的话。真正威力最大的黑火药配比是硝石占7成半，木炭1成半，硫磺1成。纯粹的粉末混合容易分层，燃烧不均，必须加少许水，将它们揉捏成颗粒状。这叫火药造粒。颗粒火药的燃烧面积极大，瞬间产生的气体膨胀，威力能翻上3倍。所有人退后50步，捂耳，张嘴。装神弄鬼，破木头也能炸冰。若是能成，我把冰吃了。点火吧，围过去！鱼，全是鱼！天啊，鱼怎么自己跳出来了？这叫物理学和生物学。厚冰封河，水下极度呼吸口，加上夜晚鱼类有趋光性，你们手里的火把就是指引他们跳出来的明灯。捞，给我往死里捞！韩统领，给我和母妃盛2碗，多盛点鱼肉。我记得有人说，如果能炸开冰面，他就把冰块吃下去。想喝汤？行啊，把这块冰吃干净了，我赏你一口汤底。沈清霜，你欺人太甚！欺人太甚？你劝我去给土匪送上门的时候，怎么不觉得欺人太甚？我不养废物。王爷，这北荒寒州的鱼可还合您的做口？极好，有王妃在，这寒州未必比京城差。王妃，兄弟们不知道是不是中了邪，顿顿有鱼吃，可兄弟们一丝力气都使不上啊！不是中邪，是缺盐了。缺盐？人体若长时间不摄入盐分，体内的电解质，也就是维持气力的根本就会流失，轻则四肢无力、头晕鲜花，重则脏器衰竭而死。这附近100里之内可有盐源，哪怕是卤水井也行。王妃，这北荒寒州哪来的盐井啊？倒是西边有一片白茫茫的死湖，可那是毒湖啊！毒湖？回王爷，那湖边结的全是白花花的硬块，看着像盐，但苦涩无比。前2年有个流放的犯人实在没盐吃，去敲了一块田，没半个时辰就口吐白沫，肚皮胀得像皮球一样死透了。当地连野兽都不敢靠近。苦涩致死，那是伴生着大量氯化镁、硫酸钠以及重金属杂质的粗盐碱。
人吃了当然会中毒。带上4个还能走动的兄弟，拿上木桶和铁铆，跟我去毒湖。王妃，那可是要命的东西！闭嘴，去把毒壶搬回来。我给你们变出比京城贡盐还要金贵的雪花盐。疯了，他绝对是疯了！母妃，他这是要毒死全营啊！妖女，王爷，你快拦住他！他若是在营地里炼毒，咱们全家都要给他陪葬。韩昭，把那窗户钉死。本王不想听见狗叫。是。第一步，高温溶解。水能溶解盐，也能溶解一部分杂质。去找一个底部漏水的破木桶来。现在我要教你们怎么做多级物理吸附过滤塔。最底层铺上一层洗干净的蜜汁粗幕布，用拦截半截大颗泥沙铺2寸厚的粗河沙，第3层铺1寸厚的细河沙。这2层纱网能滤掉悬浮的微小泥垢，铺上厚一层木炭碎。王妃，木炭黑乎乎的，这水倒进去岂不是变得更黑？这叫活性炭吸附。木炭在燃烧和萃水后，内部会形成无数肉眼看不见的微空。这些微空的表面积大得惊人，不仅能将水里的异色异味吸附得干干净净，更能吸附掉毒盐里的那些重金属毒素。这才是化毒为宝的杀手锏。天哪，水清了，连那股刺鼻的毒臭味都没了。洗净铁锅，把过滤后的清水重新倒进去。最后一步，蒸发结晶。出锅。不苦，一点都不苦。王爷、王妃，这比京城贡盐还细。沈清霜，你究竟还藏着多少惊世骇俗的本事？能在这杭州活下去的本事。姐姐，既然你炼出了好盐，理应先拿来送供奉母妃，快给我装一碗来。这没盐的破鱼汤，母妃一口都吃不下了。行啊，拿2筐石炭换1勺盐。你这是大逆不道！自家人吃盐，你也要做买卖，你掉钱眼里了吗？我的盐不养废人。林婉柔，你是不是有受虐倾向？每次凑上来找骂，你才觉得一天没白过？滚去干活，不然以后连白水煮鱼都没你的份儿。报！王爷、王妃，不好了！黑风寨杀来了50多号人，说是闻着咱们这儿的鱼腥味来的，要把咱们的粮和盐全抢了，男人杀光，女人带回寨子里去。韩昭，列阵，死战！慢着，正愁接下来盖高炉、建温室没苦力干活呢，这不免费劳动力就自己送上门了吗？里面的人听着，把粮食、肉，还有全虚全伪的女人交出来！若是敢反抗，全给你们剁了喂狼！完了，土匪真的来了，都是沈清霜惹祸。若不是他诈兵捞鱼，怎会招来活阎王？护好王爷。哟，这北荒的雪窝子里还藏着这么个极品小娘子，你是自己上马，还是大爷绑你上去？要女人，要粮食，大当家的眼皮子未免太浅了，不如看看这是什么。这是盐，没有苦涩的极品雪花盐。这冰天雪地里哪来的贡品精盐？大当家懂货就好。这一小袋黑市至少10两金子，而这冰战里还有整整10大缸，不知这笔买卖够不够买你几把破刀？10大缸在哪儿？敢骗我，老子活包了你！盐太金贵，受不得风雪。大当家不如带上10几个心腹进屋慢慢验。谅你们也玩不出花样，跟我进屋。他奶奶的，这冰雪屋里竟比京城的暖阁还热。底下烧的什么邪门玩意儿？这是13火炕，大当家先坐，盐在暗格里，我这就去拿。带人上屋顶，把排烟孔用血给我堵死。王妃，堵死排烟孔，那浓烟排不出来，屋里人会呛死。呛不死，但会堵死。快去！
家，我怎么觉得头有点晕？不对劲儿，这屋子有毒！一炷香到了，打开排烟孔，散风去绑人。把外面几十号人围了。头目在我们手里，他们不敢动，全部缴械，用铁锁给我串起来。醒了。你这个妖女，有种放开老子！真刀真枪干一场！真刀真枪，你们也配？这世上能吃我盐的人，只有死人和有用的人。从今天起，没有黑风寨，只有北荒韩州第一劳改大队。每天200斤石炭或100斤铁矿，完不成饿死，赶逃喂狼。干不了，这活根本干不了。这冻土比铁硬，姑奶奶给的破铁镐全断了。再这么挖下去，不仅扩不来，老子双手都要废了。王妃，不能再逼他们挖了。咱们从兵站翻出来的50把铁镐已经断了30把，没趁手家伙，这矿场只能停工。工具断了，就重新炼。后山不是刚挖出一批赤铁矿了吗？炼不了的，王妃，咱们只有石炭，没有上好木炭。石炭炼铁乃是工部100年来都无法攻克的死局。石炭炼铁，铁器脆如琉璃。那是工部不懂化学。石炭里的毒叫硫磺，拔了毒就行。想活命就听好每一句话。第一步，烧耐火砖，去河床挖白色石英砂，以7成粘土、3成石英砂的比例混合，再掺碎干草，放进土窑里，用最高温烧透。这种砖能抗住2000度的高温不化。第二步，炼胶，把石炭砸成核桃大小，堆成圆锥形的窑，用泥巴把外面全部封死，只留几个极小的通气孔。王妃，封死怎么烧得旺？就是要闷烧，这叫隔绝空气干净。在极度缺氧的高温下，水分和硫磺毒气会被逼出来，剩下的叫秋炭，不仅没毒，温度更是木炭的2倍以上。王妃，铁矿石和敲炭都备好了，可以下料了吗？等等，还差一味药引子。这是石灰石，炼铁加石头，铁水岂不更糟？王爷，这是脱胎换骨的宝贝。铁矿石里有大量的泥沙杂质，在高温下，石灰石会分解出氧化钙，它会主动和铁里的泥沙结合，变成一种叫炉渣的废物。炉渣比铁水轻，会漂浮在最上层，只要把炉渣撇掉，剩下的就是极其纯净的铁水。一层焦炭，一层铁矿石，一层石灰石，像千层饼一样给我叠满。点火，拉风上，把火吹到最大。折腾吧，那石炭炼出的破铁，一碰就碎。等他炼出废铁，看他怎么交代。王妃，火候到了。侧纹的粘土柜已经软了。出铁了！真的出铁了！真的出铁了！铁水含碳高，这是生铁。生铁硬但脆，要把它变成削铁如泥的钢，就必须百炼成钢。趁热给我砸，把多余的碳分砸出来。韩照，拔出你的剑。王妃，属下这把剑可是上品，您的刀若被折断……少废话，双手握剑，全力格挡。属下心服口服。
疯了，这世界疯了，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工具的问题解决了，从明天起，铁镐铁铲厂开造，高炉建成，重工业地基打下了。接下来，该建光热玻璃室。这北荒的冬天，也该吃点绿叶菜了。大当家，我喘不上气儿了，冷，好冷啊！这是大把嫂子发高热，糟了！暴雪封山，无医无药，是瘟疫，绝对是瘟疫！这群下贱的土匪把脏病带进营地了！韩昭，你还愣着干什么？你想害死王爷吗？什么好犹豫的？古往今来，军中遇到食疫，唯一的法子就是定死草棚，浇火油，连人带棚烧成灰。你敢，老子跟你们拼了！烧人，母妃倒是好大的官威。沈清霜，你疯了吗？那可是食疫，沾上死路一条，只有杀了他们，我们才能活。愚蠢至极，靠杀人防疫，那是庸医无能。王妃，病传太快，属下怕护不住王爷。这不是天花，鼠疫，是极寒天气下导致的重症流感般肺炎。王爷，营地需要铁腕，抗命者，我要就地正法。全营上下，生杀予夺，皆由王妃做主。听着，从现在起，全营最高静默隔离。第一步，物理隔离。韩昭，去下风口砌1丈雪墙，分开病患区和健康区，阻断空气对流，就能掐断源头。第二步，营地消杀，高炉里剩的石灰石扔进炉里煅烧。王妃，烧石头干什么？石灰石高温煅烧后会变成生石灰，把它撒在营地的每个角落和废坑和病患的呕吐物上。生灰石遇水会发生剧烈的放热反应，生成强碱性的熟石灰，能瞬间破坏病菌的细胞坯，把它们杀得干干净净。第三步，个人防护，每人1块，这叫活性炭过滤口罩，木炭微孔能吸附带病菌的水墨，必须时刻佩戴，谁敢摘，不用等病死，我先砍了他。王妃，这样下去不行。环境干净了，但病人体内已经染了病气，咱们手里没有药，他们撑不过今晚的。深山里有麻黄和柴枯，大雪之前我让人采过一些，但是普通水碱药药效太慢，根本压不住这种急性肺部感染。你需要什么？我要高纯度的烈酒，只要提纯出70度以上的酒精，不仅能用来直接给病人进行物理降温，对伤口和用具进行深度消毒。连饭都快没了，哪里有酒？没有，我就自己造。谁说发霉的粮食只能扔掉？真菌发酵就是最好的酿酒原料。去，把高炉旁边那个用来倒水的生铁管子给我拆下来。今天我要在这冰天雪地里搭一座令和工业蒸馏塔。王妃，没米人都吃不得，就算酿出来也是毒水啊！不懂就闭嘴，多看多学。发霉的粮食表面布满了真菌和酵母菌，这些微生物在无氧环境下会将粮食里的淀粉和果子里的糖分分解，这在生物学上叫无氧发酵。发酵的产物就是乙醇，也就是酒。搬出去，上锅。王妃，这管在哪里？接到那个装满冰雪的大木桶里，把铁管在冰雪桶里盘几圈，最后留个出水口在下面接好。这叫冷凝回流蒸梨塔，水烧开要到100度，但酒里的乙醇只需要78度，就会沸腾化作熏乳。78度，只要控制好火候，不让水大滚，锅里蒸腾上去的就全是纯粹的酒气。酒气顺着铁管往上走，一旦进入那个装满冰雪的木桶里，遇到极寒，酒气就会瞬间冷凝，重新变成水滴落下来，那就是去除了所有杂质和水分的最高纯度的生命之水。点火，控制火势，只需中火。我的老天爷，这是酒，
京城御赐罗浮春都不及这香味的1/10，霸道啊！是不是好酒？试一试就知道。水竟然点着了！能燃起纯蓝火焰，证明超过70度。这不叫水，这叫医用酒精。走，救人！大当家，兄弟们怕是挺不过今晚了。王妃，我们这群贱命，不劳您脏了手，给我们个痛快吧。闭嘴！阎王爷今天不敢收我的人，用烈酒擦拭他们的脖颈、腋窝、腹股沟，酒精挥发极快，会带走体表大量的高热，这叫物理降温。好烈，辣嗓子。王妃，这是什么？这是用70度烈酒做急性溶剂，超强萃取出来的麻黄柴胡丁剂。烈酒不仅能杀菌，更能把草药里的退热消炎成分顺着血液瞬间流遍全身。活了，真的活了！王妃，王妃，我独眼狼这辈子从不信天命，但今天您就是这北荒寒州的神。从今往后，我们50多个兄弟的命就是您的，刀山火海，您一句话，兄弟们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誓死效忠王妃！痛快，太痛快了！有这神酒，冰原上也能活得滋润。母妃，那水一定能御寒。我是王爷的侧妃，我也要喝。想喝可以啊，去粪坑产石矿冻粪，产完赏你们一口酒底子。怎么，大晋朝高贵的侧妃娘娘，要不要试试？这北荒的天气太干了，天气太干，兄弟们牙疮渗血，不碍事儿，有肉吃有酒喝，这点小毛病算什么？牙龈出血，关节肿痛，皮肤又没有青紫玉斑。王妃料事如神，属下还以为是晚上睡觉不小心磕碰的，这也是病。这是坏血镜，长期缺新鲜绿菜导致，一旦爆发，全身溃烂，牙齿掉光，脏器出血而死。蔬菜，我的活祖宗哦！零下30度，去哪儿弄新鲜蔬菜？皇宫里的暖阁种韭黄都耗费极大，这冰天雪地里，莫非你还能凭空变出菜园子？皇宫里的那种暖鹅，那是烧钱的玩具，透光极差，根本种不出真正高产的绿叶菜。今天我们就让这极寒死地长出最高产的蔬菜。我要在这冰原上盖一座占地10亩的光热玻璃大温室。玻璃，那是何物？比西域琉璃透明100倍的东西。韩照，你去河床底部挖白沙；独眼狼，你带人收草木灰，送去高炉。得嘞。王妃，沙子能烧成透明琉璃，这说出去谁信啊？沙子的主要成分是2氧化硅，它确实是透明玻璃的骨架，但它的熔点高达1700度。虽然我们的高炉能达到，但液态的石英极其粘稠，根本无法塑形，所以必须加重碱。草木灰里有碳酸钾和碳酸钠，混进去，熔点降到1000度左右，让沙子融化的像水一样流畅。那为啥还要加这破石头？问得好，只加草木灰烧出来叫水玻璃。它虽然透明，但它溶于水，下场雨就能把它化没。加入石灰石，就能让它变成坚硬无比、防水防风的硅塑岩玻璃。是。加2成草木灰，2成石灰石，入高炉，给我往死里烧。倒上去。用铁棍碾平。透明的！我的天哪！隔着这东西，我连大当家脸上的毛都能数清。坐北朝南，北墙给我用耐火砖成2尺厚的双层空心墙，中间塞满碎麦秸草和干草。白天太阳一晒，砖川吸收热量；晚上寒风一吹，中间的草料能完美隔绝冷空气，把热量死死锁在温室里。南面全用木材搭骨架，角度必须倾斜45度。这北荒寒州的冬日阳光斜射角度低，45度能让阳光最大面积垂直的穿过玻璃。王妃，只靠太阳晒
晚上零下30度，不结冰。这就是这面玻璃墙的神奇之处——温室效应。太阳的高温辐射是短波辐射，它能轻易穿透玻璃，射进屋里，把地面的泥土烤热。而泥土发出的热量是长波辐射，长波辐射根本穿透不了玻璃，热量只进不出。再加上我们把地下铺满火道，连通高炉的废气与热，别说种青菜，就算种西瓜，我也能让它结果。凭什么？他一个不受宠的弃妇，凭什么对所有人颐指气使？沈清霜，你不是能吗？等这温室塌了，把萧绝砸死在里面，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王爷！王爷，您没事吧？这好端端的珠子怎么倒了？沈清霜，这就是你说的绝对坚固。我看你根本就是好大喜功，你拿全营人的命在闹着玩。韩昭，把所有人叫过来，全军戒备，围住温室，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我在建这温室时就说过，这是最严密的三角应力承重结构，底部采用的是大晋朝最古老也最坚固的榫卯底座。只要那根核心的受力木楔不掉，别说是9级大风，就算是一头大象撞上去，也绝对塌不了。王妃的意思是，不是天灾，是人祸。有人撬走了底部的承重木楔，你们看这切口，是用铁器生生破坏的。谁他娘的这么丧尽天良，敢砸大家伙饭碗，老子活劈了他！姐姐，既然是人祸，那确实该查。但营子里这么多人，谁都有可能啊。是啊，谁都有可能。但我这人做事向来有准备。今日封顶时，为了让玻璃之间防水，我让人熬煮松香胶。那承重柱底正好滴了一大滩还没凝固松浆。松浆极度粘稠，撬木楔的人鞋底必会沾上。再去砖窑搬砖，就必定会沾上红色砖粉。韩昭，把他的鞋给我扒下来！你看，我是王爷的侧妃，男女授受不亲，你们谁敢碰我？原来是你这个贱人！兄弟们累死累活盖的温室，你这毒妇竟然想毁了它！王爷，救命！妾身不是故意的，妾身只是害怕这温室真的塌了会压死人，所以才想去检查一下柱子，一不小心碰掉的。一不小心，随身带着皂子。沈清霜，就算是婉柔一时糊涂，但她终究上了大晋朝皇室的玉铎，是战王府侧妃。你敢动私刑，宗人府不会放你。皇室玉蝶。母妃，你还没睡醒呢。这里是北荒韩州，不是皇城。在这里，圣旨连擦屁股都嫌硬。我沈清霜的营地只有一条铁律，谁砸我基建，我就砸谁的命。王爷，这战王府的毒梅是我来切，还是您亲自来？本王的王府不养内鬼，逐出营地，生死由命。母妃救我，外面是零下30度。姐姐，我错了，求你让我进去，我再也不敢了。韩昭，独眼狼，带兄弟们换珠子，天亮前必须封顶。誓死追随王妃。王妃，这外头的风向乱成一锅粥，一会儿刮北风，一会儿刮东风。您造的这风车怎么完全不受影响？它怎么还转这么快？这叫垂轴风力发电机的原始机械版。大晋朝传统的风车是水平轴，必须人工转动方向去迎风。但我造的这个叶片是垂直于地面的半圆风体，无论这北荒韩州的暴风雪从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刮上来，它都能自动捕捉风能，永不停歇的旋转。
风车旋转的机后拧带动底部的齿轮水泵，将深埋在冻土层下的地下水强行抽上来。可地下水也是冰的，浇地里菜不就冻死了？水管没直接进地，而是绕过高炉往道走了一圈。王爷好眼力，高炉废气几百度，直接排掉就是浪费。冰水在铁管里热交换，进来就是温水。滴灌菜根，也给泥土铺地暖。加上玻璃屋顶锁热，这屋里永远是春天。别愣着了，脱棉袄，进来收菜。是。绿色的，真的是绿色的叶子。我2个月天天吃死鱼咸肉，牙龈天天流血，做梦都没想到还能在这里看到活生生的菜。好吃，太他娘的好吃了！全部收白菜，今晚全营加餐。清炒小白菜，青瓜炖肉。真的是新鲜菜，给我一根！夫人，想要菜得拿公分换。哀家是王爷圣母，你们敢跟哀家要公分？母妃若觉得委屈，可以不吃，在我这里这叫商品。双草鞋换2片菜叶，3尺麻绳换半根青瓜。太妃今日的麻绳只搓了1尺，连1片菜叶都换不到。沈清霜，你欺人太甚！你不怕天打雷劈吗？天若打雷，正好给我的风车充农。王爷觉得这北荒寒州比起皇宫如何？皇宫里只有尔虞我诈的死气，而这里有生杀掠夺的生气。不，这还不够，要把这里变成真正的帝国，我们需要人口、战马、布匹和铁矿石原石，要把蔬菜和精盐变成收割财富的镰刀。王爷、王妃，北方30里外发现异常，有庞大商队在风雪里迷失了方向，几百号人正向着咱们逃难过来了。北方的商队，这冰天雪地的，除了那些要钱不要命的极北游牧部落的导言，谁敢走这条死路？极北游牧商人，他们手里有战马和厚重皮毛，但他们贪婪凶残，发现物资怕会强抢。强抢？快冻死饿死的商队还有力气抢吗？传我的命令，高炉烧到最旺，大锅架起来炖白菜猪肉片，打开大门放他们进来。今天我要教教他们什么叫真正的垄断资本。绿叶菜，零下30度的北荒竟有新鲜绿叶菜。这位壮士，我们是极北雪狼国边境商队，突遇暴雪迷了路，求行个方便，卖几碗热汤，再给几盆炭火，这金子全归你。10两黄金在京城能买下一座酒楼，但在我这临东城，10两黄金连1片菜叶子都买不到。你小娘们儿，少狮子大开口！我们肯给钱是给你脸，信不信大爷抢了你们的？误会，都是误会，城主大人息怒。不知这热汤和蛋铁，您要什么价才肯卖？这就对了，做生意就该和气生财。我不缺黄金，黄金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御寒。我要你们商队里的战马、铁矿石原石，还有用来御寒的棉花和皮毛。城主，这是何物？这是能让你们在风雪中活着走回极北的宝贝——蜂窝煤。1块巴掌大的蜂窝煤，不仅完全没有毒烟，甚至能烧3个时辰。除了蜂窝煤，我再给你看2样东西，尝尝。没有苦味，这是真正的极品公盐。
好酒，这是天上才有的神酒。城主大人，您开价吧，只要肯卖，我们商队的货物随便挑。1碗热汤，换1匹战马；100斤铁矿石，换1块蜂窝煤；雪花岩和烈酒，我要你们1半利润。不仅是今天，而是以后你们从我这里进货卖到极北的每一次，我都要抽5成。我要这凛东城成为你们唯一的独家供货商。钱柜可以不买，大门就在那儿，慢走不送。等你们在外面冻僵，战马、皮毛、矿石一样全是我的，只不过麻烦我的人出去捡一趟罢了。我签，我都签。从今往后，林东城就是我们唯一供货商。王妃，您这空手套白狼，比我们当年拦路抢劫还狠100倍呀！这不叫抢，这叫贸易顺差。有了这批物资，我们就能扩建高炉，打造真正的重装骑兵。你用菜叶和煤掐住了雪狼国商人的咽喉，假以时日，整个北方经济命脉都会握在你手里。这只是个开始，极北的财富，我迟早全榨干。圣旨到，废王萧决罪负沈氏，还不速速跪接恩旨？城里的人都死绝了吗？还不速速开门迎接圣旨？战王爷，皇上可是日日夜夜挂念您的身子骨。哎呦，这北荒雪真大，王爷该不会连站起来接旨的力气都……你们，赵公公大老远跑来宣旨，辛苦了。不知圣旨里是让我们去死呢，还是继续苟活？大胆，见圣旨如见皇上！你个罪妇，竟敢不跪！在这里，除了城主，没人有资格让我们下跪。靖王妃说笑了，皇上自然是体恤王爷，特命奴才来看看。只是奴才没想到，北荒竟被王妃治理得这般繁华。赵公公回去禀报皇上，就说恩赐的糙米，猪吃了都说好。既然钦差大人来了，就是客。韩昭，带公公去偏房歇息。晚上给公公尝一下我们的特色火锅，用白菜和70度烈酒好好招待。你们都看到了吗？那透明如水晶的墙壁，那锋利无极的钢刀，还有这冰天雪洞里的绿叶菜。公公，这战王和沈氏没死，还鼓捣出惊天妖术，炼铁炉和透明墙壁，若能献给皇上，可是奇功啊！皇上只让我们杀人，可没说宝贝归谁。只要今晚屠了他们，咱们把秘方卖给雪狼国，10辈子都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是公公，他们的刀极其邪门，护卫也不是善茬。哼，怕什么？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们再厉害，终究只有几十号人。今晚子时，等他们睡熟了，你们放火烧了那玻璃屋子，引开护卫，咱们直捣黄龙，砍了萧决和沈清霜的脑袋。他们今晚会动手，那太监看你的眼神，恨不得立刻把你生吞活剥，抢走所有秘方。我知道，我留他们住下，就是为了关门打狗。王爷不是一直好奇我前几日没日没夜让兄弟们修的那座塔是干什么用的吗？这叫高位重力水塔系统。我们用垂直风力发电机将河水抽进10米高的塔顶水箱里，根据流体力学原理，水的位置越高，它蕴含的重力潜能就越大。水箱密封不透气，10米的落差会在底部封闭的铁管里产生极其恐怖的进水压强。我在铁管的各个末端，也就是营地的交通要道上，都安装了生铁铸造到的减压阀门和喷淬。外面零下35度，水柱喷出会结冰，狂暴的水柱一旦喷射出去，遇到极寒的空气，会在几息之间发生旋变，直接结成坚硬的冰层。你要用这水塔把它们活活冻成冰雕。全自动高压水枪，物理急冻陷阱。
他们可是大晋朝最顶尖的大内杀手，要是跟他们近身肉搏，我们的护卫肯定会有伤亡。我沈清霜的兵命贵得很，不值得跟这群烟狗一换一。今晚就让京城来的贵哥们好好体验一下林东城重工业自动防卫系统的热情吧。这群蠢货，连个守夜的暗哨都没有，真是死有余辜。什么东西？怎么回事？哪里来的水？雕虫小技，只不过是用水泼人，立刻运转内功罡气，把身上的水烘干，杀了那个贱妇！动不了了。首领，我的腿没知觉了。用内功烘干衣服，你们这群古人对热力学定一无所知。我设计的那些生皮喷瓷，出口被极度压缩，当10米落差的高压水流冲出时，会在空气中发生剧烈的雾化效应，水滴被撕裂成无数微小的水雾，扁面积成几何和倍率疯狂暴增。这零下35度的绝对低温空气中，雾化水滴的对流换热效率达到了极点。也就是说，当这些水雾沾到你们身上的那一刻，过冷灌线就已经开始了。液态水会疯狂吸收你们体表的温度，瞬间结晶成冰。你们的内功再强，产生的热量也绝对比不上零下35度冷空气剥夺绝对压制速度。给我动！妖术，妖术，这是妖术！王妃，温室那边6只小鳖也冻上了。做得好，赵公公，这么晚还没睡啊？是我林东城的水疗服务不够舒坦，吵着公公了？王妃饶命，朕王爷饶命啊！都是皇上逼奴才这么做的，放过老奴吧！放了你？你敢动咱家？咱家是钦差，你若杀了我，皇上定会诛你九族。本王的九族不就高高的就坐在京城龙椅上吗？他若想来，本王在这林东城恭候大驾。钦差大人就留在岭东城做表率吧。好，动得好！誓死追随王妃，誓死追随王爷，追随王妃，追随王爷。钦差死了，我们的退路就彻底断了。本王从流放起就没想过要退。青蛇，这流放死地的绝地反击，你打得极漂亮。接下来，陪本王建一座谁也攻不破的帝国。一座城算什么？只要高炉的火不灭，整个天下我都给你用钢铁打下来。王妃，钦差死在咱们手里，京城不会罢休。何况咱们昨日刚与雪狼国的商队做了大笔交易，露了富，财帛动人心。雪狼铁骑若来，这栅栏挡不住千军万马。是啊，城主，咱们有神兵，有高炉，可唯独没城墙。这冰天雪地的泥土冻得比铁还硬，地基都挖不动，更别提烧砖砌墙了。若真有大军压境，咱们连个掩体都没有。
谁说没有城墙？既然老天给了我们零下35度的绝对低温，那我们就用老天的武器，一夜筑城。一夜筑城。独眼狼，把咱们从商队换来的劣质棉花碎棉炮拉出来。得令。还有咱们剩下的木屑干草也统统给我拉出来。韩照，用高压水枪在外围喷水，把木屑和棉花掺进水里。属下领命。王妃，冰墙虽硬，但也最脆。敌军若是用攻城锤一砸，就会大片碎裂。纯水冰确实脆，但加了料的冰就叫复合材料。水在结冰时，分子结构是脆弱的晶体，但如果我们在水里掺入14%的木屑、棉花等纤维质，这些纤维就会像钢筋一样死死穿透并拉扯住冰晶的结构。这在材料学上叫派克瑞特冰纤维复合材料，它的抗压强度堪比混凝土，硬度是普通冰数倍。一层水，一层雪，天黑前筑出绝对防御。我的亲娘四舅奶奶，这他娘的哪里是冰，这简直是生铁浇筑的铜墙铁壁呀！王爷，流放罪妇沈清霜今日已经死在这北荒的寒风里了。大靖的战王也死了。从今日起，这里不再是废弃兵站，而是天下最自由、最坚固的钢铁之城——临东城。本王与王妃清霜共掌此城，犯我临东城者，虽远必诛！城主万岁！王爷万岁！誓死保卫临东城！报，王爷，城主滴血！北方地平线上全是火把，数不清的火把，是雪狼国的图腾大旗，10万，至少有10万铁甲大军。已经将我们临东城彻底包围了。沈清霜，萧绝，你们没想到吧？我林婉柔从地狱里爬回来找你们了。你们城里有吃不完的营盐，有能种出蔬菜的水晶房子，还有能炼出神兵的炉子。我已经把这一切全都献给了雪狼国的大军，10万铁骑在此。今夜我要看着你们的城墙被踏碎，我要把你们挂在城头上，让你们尝尝被活活冻死的滋味。王爷城主，咱们这是天要亡我呀！天亡我！我前2天还在跟你抱怨，咱们的高炉要扩建，煤矿要深挖，重工业流水线要上马，手里这几10个苦路根本不够用。你看，这不是瞌睡来了送枕头吗？10万个身强力壮，连饭都不用我们管的免费矿工，自己送上门了。